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我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人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袁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川普今天早上8点，那下了最后通牒，没有这回事，好吧？那最后呢，全世界对 World Peace， 好吧，非常非常重要。最后呢，延长2周，所以你刚刚看今天的台股，今天台股的涨势大概是史上第2吧，就是涨势非常让大家开心，好不好？那接下来呢，大家都希望能够这样的平衡，可是总是还是有零星的一些包括飞弹啊或者什么这些，那未来又会是怎么样？这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最重要的是中间的转折到底是什么？但除了这个以外，那对于李珍秀来讲的话，那整个在立法院质询今天一样出现了空气质询的状况，然后包括备询的，你知道是内政部长刘部长，那一样大概不会理这些。而这所有的这些过程，对李珍秀来讲的话，这个剧码未来又会是怎么样？那国民党的态度到底会怎么样？今天朝委要先讲，从这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国民党态度上有转变吗？那许春英今天开庭，许春英在开庭的时候，那当然他不承认有跟共谍啦，像这样的一些的事情。这整个过程当中，李珍秀、许春英对民众党来讲的话，未来到底又该怎么样？你觉得蔡壁如有可能是备援的党主席吗？为什么会传出像这样的一则讯息？好，那但除了这个以外，今天一样，大家会锁定的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是访问中大陆，今天是第2天。那第2天呢，一样那个戏码看起来的话是在中山陵。中山陵每一次大家会看的就是有没有提到中华民国，然后讲了什么一些的内容，让你先看一下相关报道。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中第2天上午安排前往南京中山陵敬业，现场吸引数百位中国民众在外围观，场面相当热烈。只是郑丽文于谒陵后发表谈话，情绪更是激动到数度哽咽。先生死后之所以跃居国际舞台，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因为他不止推翻满清，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透过讲述历史的方式描述台澎金马等字样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技术性并开中华民国现在是否依存，以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缔结和平。郑习会正式登场前，郑丽文的表述能否让习大大感到满意，牵动到他是否能够顺利见到习近平。好，那你可以想象出来，大家一定会拿郑丽文今天在中山陵讲话的内容，包括他们的发言人所宣读的一些祭文，所有相关的这些去比较，包括以前联互会或马英九到中山陵去每一样去做这样子相对的一些比较。任俊，比较可以看得出来有什么样一些不同吗？这个我必须讲哦，今天看到媒体特别提到说郑丽文有提到中华民国啊。当然，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就是说，国民党在这几年跟这个中国交往的过程当中哦，特别是到中国去的时候，是不是刻意隐掉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哦？所以大家就会先看到，就是说他这一次到中山陵里面去哦，其实老实讲，以前大家都习惯题字啊，然后题完字就会被称之为叫墨宝啊。但郑丽文这一次看起来没有特别有题字，但是他的整个的这个祭拜的这个拜谒的祭文哦，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一开始有讲到民国115年4月8号。然后后面当然有一些的这个字眼啊，让大家看到有什么中华恢复啦、民国创立啦，然后共创和平、宝岛神州哦，这个太过文言了啊，太过文言了。但我明白讲哦，就是说郑丽文当然今天他有一些口语上面的一些说法哦，但你真的回来看，他事实上谈中华民国这4个字的时候，是在谈什么？是当年孙文，就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这个他绝对有谈，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去避啊。但问题是到了所谓的重点的时间啊，也就是为什么两岸会分，我特别看到郑丽文用了一个字眼，叫做日本帝国主义。我想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在用这个词了啦，这个词大概现在会用的大概只有中国会使用哦。所以我认为郑丽文很快就接了地气哦，把这一块放进来。而从日本帝国主义完了之后，所有的东西中华民国其实没有再出现。他所提到的主词变成中国国民党，也就国民党做了什么怎么样就巴拉巴拉，国民党怎么样怎么巴，然后谁怎么样，国民党怎么样，所以最后郑丽文代表国民党怎么样，大概都是这样哦。所以是不是就这样就代表就是说他已经传达了中华民国依然存在的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以讲说民国115年4月8号哦，这个我不会去否认啊。好，他试图有想要带，但是后来看他整个的表达上面，事实上他很刻意避掉了中华民国至今还存不存在的这件事。不要说用文字啊，因为文字这东西，我讲说我们大家看的都是口语上面你如何作为表达嘛。因为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是苏起，苏起在过往被认为是9·2共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起草人，他也一直以这个为自居嘛。可是我们真的回来看9·2共识，在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其实对这个字眼的解释是有天差地远的一个差别。唯一有共识的地方叫做一个中国。我跟你讲哦，就是说这个一个中国，如果你从国民党的解读跟所谓的中国的解读来讲，你就会发现这个一个中国4个字解读其实完全不一样。对国民党来讲，他们所称的一个中国，其实来自于是一个情感上面，甚至是一个就是种族上面的一个延续。所以国民党后来一直在强调的叫做各自表述。这是国民党在9·2共识里面对台湾最重要想要强调的这些。我认为他这一次把苏起拉过去，也是要强调这一个，就是说在9·2共识的这个前提之下，他觉得两岸应该要这样走。国台办有没有做这个呼应？其实有哦。包括你看宋涛的讲法，其实也提到说，如果大家愿意走回9·2共识，那这个9·2共识，那两岸就可以有更多的接触。可是我回来看，我刚刚提到国民党的那个中国，他的一中，他其实一直强调要有各自表述。可是对于中国，你去看他所有的文件里面，他告诉你的，当年在号称9·2共识下，对中国来讲，他的那个共识叫做政治实体上面的一个中国啦。你何时看到有各自表述这4个字在中国的言辞当中出现？其实没有哦。这是为什么你现在到中国，其实可以讲中华民国这件，因为它要延续正统性嘛。他没有去否认说，哦，今天中华民国曾经存在。为什么这4个字要特别讲慢？因为对中国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不在了。他为什么要去把孙中山也视之为国父？早些年的时候，老共是把这一块全部摒除掉了。我哪有什么孙中山没有？但他后来没有。为什么中山陵要把它特别做大？因为还是一样，在国家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你不可能凭空冒出一个国家，你要有一个道统嘛。从清朝之后，他们现在设定的道统，就清朝之后确实有一个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在1949就不见了，就灭亡了。后来承袭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中国所有在一个中国里面的表述哦。国民党也不敢否认。蒋万安为什么那一个的那个双城论坛是失败的？因为很简单嘛，他也要形塑这一个啊。两岸官方没有办法停，没有办法接触，只有我台北跟我的上海是有官方政治接触的。中国弄了一个我就隔天就给你军演。蒋万安的那个号称想要带来和平的那个东西被打破了。郑丽文今天到中国去，那我觉得高度指标就检视嘛。那老共的飞机飞不飞？还是飞嘛？他一样照飞嘛。那你不能永远都是把台独的这件事情，或者因为老实讲，就是说过去国民党在论述两岸这里面，觉得两岸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紧张的状态，都是因为万恶的民进党，都是因为赖清德你执政了。所以你搞成这样，那我就讲，如果这样的论述同样到中国去，因为现在看起来他们还在讲反台独，即使民进党已经讲说我们已经不喊台独了因为我们就已经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正式存在的，大家也都治权，大家政权也都在国际上还是有邦交国的，真的，我没事去跟你搞台独干嘛？那这个永远成为两岸，特别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在提到两岸问题里面，之所以老共不放弃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威胁台湾的一个最好的理由。那到今天的论述还是这样啊。郑丽文到了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没有用实质上的态度，你好歹停飞个5天嘛。郑丽文在中国那个时间，你好歹停飞一下，那国民党就可以讲，你看吧，经过我们的努力，对不对？中国听到了，他也愿意用善意来回应。我觉得这说服力稍微强一点嘛。结果也没有。包含到这一个过程当中郑丽文是不是走商务通道啊？我也老实讲啊，其实何必去走商务通道嘛？按照过去去批评这个卓荣泰说你为什么要这个偷偷摸摸为什么怕人家知道？那郑丽文去走商务通道，我想今天大家也看到很多的这个评论会认为说，那你是不是要躲避记者？因为记者其实很多人在等，结果你也闪掉。我看到网络上有更狠的啦，走商务通道是对的。为什么？国民党去做生意，所以他走商务通道。我觉得这有点狠啊，这也不是说他要去交换些什么东西。
看到网络上有更狠的啦，走商务通道是对的。为什么国民党去做生意，所以他走商务通道？我觉得这有点狠啊！这也不是说他要去交换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今天很刻意的，中国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场面给他嘛，说跟过去马英九啊谁规格都一样。那我们就回来看嘛，你一架包机里面，难道你记者没办法带人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比较难去说服大家，是因为郑丽文一直告诉大家讲说。同为中国人，或是同为怎么样的那一种情怀，要所有人在这个框架之下都必须要认同跟接受，而由国民党来代表说，我告诉你，我代表台湾人，大家通通都应该往这个方向走。这件事情跟过去中国一直想要的，其实目标是一致的。那如果你在比例上面永远都往中国的这个说法去倾斜跟依靠，今天你还特别带了一个种子，我也不太懂，就是那个种子可以当带来带去的哦，说什么是什么国父的孙女给他的，然后我不太知道说他是从台湾带种子出去还是怎样，就那个种子看起来蛮特别，有人说那是罗望子啦，就说那个造型蛮特别的哦。就说到现在为止，郑丽文有没有办法真实的好好去传达一个他想要表达的态度？还是只是说我去那边，你看什么时候会用到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很难用理解说，在这个现代里面，你去讲那个历史历史过程当中还用这个，那你是不是要附和中国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向？每一天到4月10号，如果照媒体所讲的行程来看的话，4月10号应该是不是会有正习会？那正习会前面每一天，郑丽文到每个地方，大家都在看。今天如果真的看起来，昨天我在节目里面就讲过，这次所有的随团的人，最值得在乎的应该就是苏起。虽然他现在是国民党的中评会主席，那也是党部的一个高级党工啦这些。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最大的身份应该就在92公司这一块。所以呢，苏起去，这整个团里面会这样。那每一天你去看。郑丽文讲了什么，做了什么，大家所要看到的。任俊刚刚讲的就是看一下老共有没有善意的回应，老共有没有善意回应，就是看他7件有没有在绕台。郑丽文这地方所讲的，明后今天应该就只有这句话了啦。今天讲的所有东西，刚才所提到的，他讲，孙中山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你在老共讲这个，没有人会抓你啊。对，因为你在老共讲这个，就好像你在讲老共的剧也演清朝钮祜禄氏啊。是啊，对他们，你讲这个中华民国跟讲清朝钮祜禄氏是一样的道理。老共有没有看过他的抗战剧？那里面有飘中华民国的国旗啊。你去看他拍《800壮士》那部，他也飘中华民国的国旗啊。那时候确实是我们在打啊，他不会否认这一段。重点只是在任俊刚讲，那1949民国38年以后，那你再去讲讲看，他的重点是在这。明凤只有这一句啊。祭文里面是由国民党发言人念的，这篇祭文里面念的祭文开始是民国纪元，民国115年。今天整段大概只有这个啦，这应该就其他的所讲那些跟两岸的有没有讲中华民国这个没有，那跟这些都没有关系。OK， 那再讲一段历史。可是敏凤今天这样讲了这个，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对国民党有很多人会讲说，你们就说我们不敢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中华民国，这个民国115年不是吗？这总是中华民国的纪元了吧？好，那这个大家又会把它拉回到刚讲2005联湖会有没有红毯，有没有什么？也就是说，老共在看待连战、看待马英九跟看待现在的郑丽文的时候，他就用什么一个心态在看待两党之间的交流？其实我觉得这个他只是不想要拉低这个郑丽文呐，因为过去都有讲民国嘛，所以他如果这是把郑丽文的民国取消掉的话，那郑丽文就更难堪了。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有在照顾他，所以让他维持一定的这个所谓跟胡锦涛啊，或是那个跟连战还有那个马英九一样嘛。那但是你这个所谓的阶级的规格，当然会就是有差别啦。这个东西就是你看连爷时候，你看一条红毯啊，这个这么多，然后那个郑丽文的时候就一个顾立年，还好郑丽文长得人高马大，他比宋涛高了一头啊，所以我们就压了他一头这样子，勉强这样子说。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清楚，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时候需要郑丽文，所以他不会在前面让
郑丽文吃亏，因为他现在在台湾的纽带就只有剩下郑丽文。那所以说，那国民党里头就因为军购案逼出了亲美派跟亲中派的路线，那只有郑丽文这个是少数的亲中派，而且亲到不行，连吴石都拜。今天连这个两岸的分裂都可以怪给日本人了，那还有什么不能怪的？这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日本人他说，因为要不是你日本打那个中国，就不可能有后面的这一段。那你为什么不怪共产党为什么要造反呢？对不对啊？那全部都是蒋介石的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那这个东西你根本他连美国也不敢指责啊。美国就因为韩战的时候，要两岸就分开了嘛。那可是呢，他就柿子挑软的吃啊，我就把事情都推给日本人。然后呢，因为中国现在也在仇日，所以大家共同的敌人就是台独跟日本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表现就 OK。完全在这个前一个阶段就非常的这个合格，所以就依照行程走到上海，上海走完之后就会走到北京，然后北京就跟习近平见面。那重头戏就是目前为止，中共没有挖坑给他跳，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见到习近平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讲法是什么？这才是关键点啊！你现在大概唯一挑剔的就是你苏起啊，你如何面对你的9·2共识？你当年讲的9·2共识一中各表，然后后来给你改成什么同属一中，所以一中不表什么东西的。现在好了，9·2共识后面直接接反台独啊，反对台独。什么时候9·2共识要接反对台独的？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打脸打最严重的就是苏起嘛，你苏起带着他去，然后呢，那你要见证什么？见证你的9·2共识已经被篡改的一塌糊涂吗？那你现在你如何回到所谓的李登辉时代？你提出你自己创建的，当然民进党是觉得根本没有9·2共识这回事，可是你自己硬说要有9·2共识嘛？那你现在9·2共识后面到底接什么？你苏起要不要跟我们讲清楚？可是米凤，你的见解是这样，对，但是对郑丽文那时候一定，我相信啦，他一定是希望苏起一定要去，因为表示他把9·2共识的正统带着一起到那，因为刚刚大家讲现在通关密语，感觉上就9·2共识嘛。对啊，所以他讲我连苏起都带来，就表示我们两边对9·2共识是有这样的一个，只是你看到的是9·2共识当时在92年那时候好，就算有在那个时候的9·2共识，跟现在在经过习近平那时候中间定义了他们的9·2共识，你觉得这已经完全不一样？你觉得苏起要出来告诉大家说，没有，我的9·2共识不是这样吗？对啊，因为他带苏起去，的确是要营造9·2共识，后面两边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共识嘛，就是9·2共识这回事。然后后面接什么？接什么就是你苏起的事啊。苏起是要回来面对我们，面对你们国民党嘛。那你们国民党是9·2党章还是党纲还是写9·2共识一中各表啊？那你现在苏起跑去人家家里面说，我们两个党呢是9·2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请问国民党，你们家的9·2共识到底是什么东西嘛？那你回到台湾之后，你要怎么选举嘛？人家问你说你9·2共识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嘛？人家问你说你9·2共识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嘛？所以我觉得说他最后拉了苏起去垫背没有错，可是那你苏起你要背这个锅的时候，你就回来解释一下你自己的9·2共识到底有没有变化，到底有没有被篡改，还是你就厚一张皮说对啊，我9·2共识就被老共改掉了，我现在就承认老共的9·2共识就是反对台独嘛？是吗？是这样子吗？那你们怎么交代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一连串，我是觉得，当然你没有被坑，没有错，这表示你依照你在台湾的政治地位跟政治实力，习近平可以不用这样对你的。但是习近平这样对你之后，你在见习近平的时候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你这样子简直是习近平在拉你这个人，拉你这个人之后，你到底要讲出什么和平统一还是什么东西的？这个就是这个就很严重啦，这国民党可能就会跳起来啊。那回来之后，如果你真的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你要不要被清算、被洗？那你如果讲到这样子不洗的话，我年底要怎么选举？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不晓得是怎么这个后面的戏啊，就是演的因为你整个都是习近平的样板。
这样子照上去，人高马大，这样的那个外宣很好看啊。那个所有的外国媒体都说，哦，这个台湾的在野党领袖到达了中国去访问，怎样怎样，好像两边又开始有重启这个交流或是这个沟通的希望了。那你重要的是说，你这样的待遇之后，你到了政协会的真正的关键时刻，你到底会不会讲什么鬼东西？因为你又开始里面讲说什么这个什么，又把白色恐怖给他讲一遍。白色恐怖就是你们国民党做的啊！你在中共的地方骂国民党，你到底是要干嘛？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他可以在中共的地方骂国民党吗？为什么不骂共产党？为什么要造反呢？OK， 可是来元珍刚刚特别讲到，舒淇去一定有背负着92共识的这一段。郑丽文今天讲的，我刚刚讲说，这整个里头，民国115年绝对是我们的纪元。但是在这里面，敏凤讲说那就行礼如仪啦，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个样。甚或他讲说，在未来如果要是后面几天，尤其是习近平，敏凤刚是用习近平在帮你们拉郑丽文那这一段，对未来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尤其碰到选战喽。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今天因为他刚去嘛，对，今天的状况其实还分不出来会加分减分，我觉得还好啦。他今天就很 peace 嘛，去这个中山陵，中山陵以前人家也都去过啊，洪秀柱也去过啊，大家都去过，然后去一定会说那个国父建立中华民国嘛，这很自然的事情啊。我觉得要看那个政协会啦，政协会到底讲了什么？就今天我觉得还 OK 啦。那民进党都是酸言酸语嘛，那陆委会又说什么郑丽文好像配合中共讲说孙中山是什么革命先行者什么之类，其实我听不太懂陆委会到底在讲什么，因为郑丽文他们念的那个祭文里面，其实多次讲到国父孙中山。那中共的论述是说，中共的论述就是刚刚仁俊哥讲的，就是中华民国已经被消灭了他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嘛，等于是有一个朝代概念嘛。那我们这边并没有去配合他的论述完全都没有嘛。而且我还认为说，其实郑丽文主席他只要能够踏到中国大陆的领土，其实就是跟对岸表示说，中华民国就事实存在啊，所以你不要自己觉得中华民国消失了。如果中华民国已经消失了，那请问一下郑丽文他是谁？他是游民吗？还是谁？他就是在中华民国里面的在野党的主席，而且这个在野党曾经执政过。所以只要去就是让他们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基本上我觉得能够去做交流，就是一种对等，而且是告诉他们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民进党要抹红，都一定会抹的啦。我看到什么范云呢，在那边讲说什么，这个习近平已经定义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所以我不知道范云为什么会讲出这么奇怪的话啦。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几年前我们那时候也是在面对面，那时候赵春山老师就坐旁边。他就直接打脸说，习近平绝对没有这样讲，说92共识等于一国两制。更何况像舒淇他讲说他去其实是在习近平已经邀请郑丽文去的之后，然后郑丽文才找他去。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说一开始规划没有找他讨论，但是已经决定要去的时候找他，就是希望。他就代表92共识嘛，他去，如果老共那边大家记忆模糊了，已经忘记1992年大家讲过什么，舒淇可以告诉你1992年到底发生什么事。1992共识是后面接什么？忘记了。舒淇定义的92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嘛，一个中国各自表是吧？那他现在还会继续讲一中各表吗？会啊。你确定？不是一中各表，不是跑去跟老共讲的，说我们一中不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中华民国那个代表中国，然后他们认为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我们就各自对外表述嘛。国际社会也是这样运作嘛，所以承认我们的不会承认中共，承认中共的不会承认我们嘛。就现在的运作方式也是这样，但是不是跑到对方去跟他吵说我是中华民国，你是中华民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见面了嘛。92共识其实精神就是不要吵架，就是说大家在这件事情。没有达到共识嘛？比如说，我说我是教育界刘德华，黄义中说他是教育界刘德华，然后我们两个就只要一见面就吵这件事情，那我们两个都不用讲别的事了，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共识，我们达到一个面对面共识，就是说黄义中以后见面不要再吵谁是教育界刘德华，你出去讲你是教育界刘德华，外面讲我是教育界刘德华，他说他是，但我们见面大家不要吵这个事情，求同存异。
搁置争议，然后进行实质交流。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比如说学习历程档案该不该废，或者是说国教为什么缺老师。但是我们见面不要去吵说谁是教育界刘德华。其实9·2共识，你们俩都不是好不好？那就是那我们3个可以有一个面对面共识嘛，大家各自表述嘛。但是见面不要吵这件事。其实两岸9·2共识就这个意思啦。人就要补什么？来，简单补一下。不，我觉得原之讲的那是形而上啊。我觉得形而上意思就是说，这看起来表面上是很华丽嘛啊，大家就这么的 peace 啊，但实质上回来看，两岸是不是真的这么的 peace？就是我们刚刚在讲，是实质上检视的东西，就是你飞机走不走嘛。为什么现在大家去谈论是军购，会不会认为国民党虽然表面上说复委了，但是实质他在阻挡嘛？包含到就是说，你为什么朝野协商突然来一个说我们党内还有一些，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问一下原之啊？因为国民党党团说我们要暂停协商，是因为我们党内还有不同的意见，我不知道这到底意见是怎样，到底是哪一些？因为你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有人出来讲说，对我有不同意见，没有啊。那突然为了一个就说那我们把它延缓，延缓的时间是刚好郑丽文回来之后，他说再下来谈，你难免会让大家觉得。我觉得他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说你各自表述你的，我表述我的，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共同朝一个伟大的目标来前进，没有啊。中国所有的前提，其实在马英九担任总统的后期的时候，中国的态度就是明白的告诉你，没有各自表述，只有一个中国嘛。中国所有的前提，其实在马英九担任总统的后期的时候，中国的态度就是明白的告诉你，没有各自表述，只有一个中国嘛。马英九当然有切身的感受啊，不然为什么马英九当时卸任完了之后去马来西亚，然后要哭哭啼啼的对不起他要表情哀戚的说，我当总统的时候被人家说骂卖台，结果我今天卸任总统的时候换中国打压我。他那个牌子还是自己写的，还自己写啊，还要自己写啊，他也明白讲是中国在打压他。那如果按照这样说，那马英九当时受了什么委屈，我也不懂啊。就大家实质看的是你真正在作为上面有没有符合刚刚讲那个形而上大家一个华丽的世界大同的概念，其实实质上是没有嘛。不，坤城，刚才袁志一直在讲说，反正民进党就一定会抹红啊，抹红郑丽文啦，就你们是抹红吗？这不是抹红嘛，我们就按照历史来说话嘛。那刚才袁之讲到说，这个9·2共识就是一中各表，那问题是表，你们敢到习近平面前表出这个各表一中出来吗？一中各表表出中华民国，表得出来吗？不是跟他比，他就是这样子，跟别人表。刚刚举这么浅显易懂的例子了，就是自我安慰，自己在骗自己啊。就是讲到不要吵架嘛。在2019年的时候，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9·2共识呢，就是一个中国。然后这个一个中国，如果两岸统一之后呢，这个1国2制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统治台湾的一个治国的一个方针嘛。所以9·2共识、一个中国、1国2制，这其实已经画上等号了嘛。那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国民党还在坚持着说没有哦，这个苏启他所讲的9·2共识呢，就是一中各表。可是在这个习近平的一中的框架下面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了。那如果觉得国民党觉得说，没有啊，好，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中各表空间，那不要在台湾讲，好，不要在摄影棚里面讲，好，那应该去跟习近平讲，去跟习近平据理力争。没有啊，你讲这个就9·2共识，你说这个一个中国，我们没有，我们觉得是一中各表，而且我们表的是中华民国，你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应该这样讲嘛。可是国民党他们觉得说，没有，我们不要去跟习近平吵架，好，我们只是要去见面所以呢，去呢不要吵架，那你就是矮化了嘛。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什么我们在抹红这个国民党，没有，这个国民党你要按照这一个目前的历史的发展来做讲话。那历史的发展，那现在中国是这样子嘛？那除非你就跟他讲说没有啊，没有这件事情，那就回到民进党的论述嘛，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就是互补隶属的国家，这才是现在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嘛。而且我觉得每次国民党去这一个中山陵的时候，都是借由讲祭文的方式，祭文的方式讲出中华民国。祭文是什么？祭文是讲给死人听的啊！你不要讲给死人听嘛，你不要讲给孙中山听说这个孙中山创立了这个中华民国，就在讲祭文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才出现。你要讲给活人听嘛，你要讲给习近平听啊！所以每次我就觉得说很奇怪，那为什么每次这个国民党的人每次讲到中华民国都是遮遮掩掩的？那不然呢？就是在这个死人的面前讲中华民国，那而且觉得说，我只要讲出了这一个中华民国这4个字我觉得他们好像觉得说，这是去这个中国，
就好像有达到这个一定的这个目标了，因为我已经把中华民国这4个字表述出来了。就不是啊，我们要的不是说你去跟孙中山他的这个陵前坟前去讲说中华民国。对于老共来讲，中华民国的确存在啊，中华民国的确存在啊，但是他在1949年的时候就不见了啊，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了啊。所以你说老共他不会去否认，的确有中华民国存在这个历史，可是就他们来讲，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那我们讲我们的中华民国，他就没有啊，你们就是叛离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就是中华民国，所以不是说去跟他们去说这个表述说这个各表一中啊，这个9·2共识啊。所以我觉得带这个苏起去哈，其实我觉得也发挥不了什么功效了。因为苏起的这一个所谓的9·2共识，已经不是不是原汁原味的9·2共识了，已经是。我要讲说，这个曾立伟讲说，这个9·2共识历久弥新，没有啦，9·2共识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曾立文拿了这个9·2共识，在台湾已经都没有共识，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没有共识的这个东西，然后跑去中国，跑去见习近平说，哎呀，我们有这个9·2共识，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有这个共同这一个会谈的一个基础，见面的一个基础，没有。就中国来讲，你就是涉入一个中国的框架，所谓的9·2共识就是1国2制。那未来统一之后呢，对台湾就是1国2制啊，就是这么简单嘛。9·2共识绝对不是1国2制，9·2共识是1992年发生的事情。后面的人怎么穿越时空啊，跑到1992年啊，就说啊，你共识是这样，9·2共识就是一中各表，那个时候讲的嘛。后来蔡英文有讲1992年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因为你把它混在一起，就在34年之后，你们还在讲说这个9·2共识就是一中各表，绝对没有这样子讲。你把原文拿出来看，绝对不是这样子讲。那你可以去跟习近平讲，你不要跟我讲，让我讲一下，因为我认为我不需要去跟他讲这东西嘛，因为我们去是讲你们就是不敢据理力争。不是习近平今天所讲的这个9·2共识，就不是一个中国啊。民进党做了。其实两岸和平应该民进党去做了，但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他们做的就是买军购，只就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全世界的国家不喜欢中国大陆的，你们就是反对军购啊。我们没有，我们也做法不一样啊，好，做法不一样，我们也支持。这个连军购的朝野协商都不敢在明天谈就买嘛。那关键应该是说，好，你不喜欢中国大陆，但它就是存在。像美国可能也把中国大陆视为是竞争对手，但川普也是要去跟他交流啊。所以交流归交流，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就是在那边。那我们去维持和平。民进党意思是说，那你应该怎么样？你去的时候应该讲中华民国啊，你最好去骂习近平啊。你干脆讲说，下次见到习近平表演金戈刺秦王好了。这个标准越来越高。但这重点是说，讲出历史就可以了。9·2共识就是现在的史实就可以了。9·2共识的意思就是大家去搁置争议，所以对你9·2共识，你根据9·2共识去就是搁置争议，怎么讲这个？就像以前马英九政府时代有邀大陆人过来啊，那个陈于林什么，他也不会一天到晚在那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也不会做这个事。我请问一下，这个从任俊开始呢，一直在讲说，老共有一个最具体的表达，就是是不是在最起码啦，就你们主席在访老共那个地方这段时间，你的基建就不要来，展现一下诚意，好像大家总是这样觉得。每一都可以停火2周，然后大家再去协商一些事，所以这一段会不会是老共在这边需要表达的善意，还是你觉得这2件事情没有关系？第一个我觉得如果说郑主席去，然后他飞就不来，当然很好了，但是我们也不能控制他，因为两岸现在就是很冲突啊。那我也不觉得说主席去了一次，忽然间就和平了，因为要善意是需要累积嘛。那如果说你一次去有善意，然后后来就又很恶意，那当然也白搭。所以现在就是说有一条路可以维持和平，在对等尊严情况之下，搁置争议，求同存异。那我们现在大家要不要嘛？台湾人要不要嘛？来做一个选择。来，我补充一下哦，其实中国有没有对郑丽文释出善意？我觉得有了。我个人觉得有，不然为什么宋涛来接？派个副主任啊。宋涛来接算是有善意的啦。那他是国民党党主席耶。又没执政，中华民国最大在的，在立法院蓝白加起来，这基本上现在大家已经搞不清楚行政权大还是立法权大了。他是最大在野党主席，有52席立委哎，所
宋涛才会来接他，已经释出善意。中央党部的对台小组的人啊，对，就萧旭成的讲法，宋涛的位阶是很高的，比科长大，是比科长大，比市长也大，都是大官了哈。所以我觉得中共是释出善意。那为什么会释出善意？为什么会释出善意？因为中共现在要打台湾有很大的困难。打不如谈，谈不如骗。对，现在是进入谈，那下一步就进入骗。中国骗子你比不过他的啦。我跟你讲，中国骗子真的很厉害。大家可以看哈，这是郑丽文主席到中国去，好久没有飞来的飞机，飞来2架，还有9艘共舰，1艘公务船在台湾周遭围啊围啊，绕啊绕啊。那这是善意吗？是，他不是对郑丽文的，这是对执政党的，这共舰跟共机是对着赖清德来的，他不是对郑丽文来的，这叫做萝卜跟棒子，你知道吗？宋涛到机场亲自接郑丽文，这萝卜看到没有？够诚意吧？面对赖清德政府，看到没有？打爆你！萝卜跟棒子。各位，中共笨，我们不要跟着笨了。中共真的打过来，还先问，通关密语，国民党过去，民进党宰掉，不会嘛？炮弹不认人的吧？这个共建共机过来，真的发生冲突。在飞机上，在船上跟这些共建发生了冲突，他还先问国军先报，你什么政党？民进党，嘣，国民党好过去，不会吧？不会吧？所以老共这一手一个萝卜一个棒子，其实大家都要看清楚。另外，大家可以看一看哦，这是他们发出的文宣哦，为了这个省，这指哪里？山东吗？江苏吗？浙江、台湾嘛？为了这个省。后来台湾省的清明节啊，这讲什么？你看，这秦统江山汉定魂，家国肝胆两昆仑，哇塞！民族败类遗千古，这个以外谋独，累乱焚。各位，这在讲谁？这全部都在讲现在讲台湾的执政党，不愿意支持统一的。对，我跟你讲，这就是。不赞成统一的，就是这些败类了。对啊，不赞成统一的就要丢到乱坟了。不赞成统一的，就是民主的败类。各位，我讲嘛，在台湾你要支持独支持统，你的自由，我们不会写一个出来骂你是败类吧？不会吧？这中国写出来的。你看一个高铁，然后就直接到台湾来了，马场町纪念公园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是马场町纪念公园？因为卢石在这边接受祭拜的嘛，它是连结的。就是我们的高铁要直接开到台湾的马场町，让我们的这些曾经被这个国民党政府压迫的这些共谍啊，要他们沉冤待雪，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没有善意，善意是表面的。如果可以吃掉你，就没有善意。那我们看一看郑丽文主席到这个中山陵去哭了，哽咽了啦，有没有哭我不知道，哽咽了。我在想中山陵那里是不是有催泪弹？去的人没有不哭的。马英九去也哭啊，郑丽文也去哭啊，那你是不是有催泪弹啊？为什么这么好哭嘞？你知道蒋经国先生往生的时候，我在他身边护灵护了7天7夜，我每年去那边夜灵，我也没有想哭对不对？这应该你跟孙中山先生应该没有我像蒋经国接得这么近吧？我每年去夜灵，我也没有想哭啊。对，为什么他会想哭呢？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那里有催泪弹，去了非哭不可。然后谈什么？谈抗日，你知道吗？去是谈抗日哦。郑丽文到中国去谈抗战，不谈现在。抗战是几年前的事啊。你要把张自忠那一段拿出来，中国太大了，回去吧，小日本。你要把那段再拿出来吗？那过去了嘛。谈抗战，不谈现在。现在是日本人每天派这个，这是日本派来的飞机吗？不是吧？不是吧？共机吧？这是日本派来的军舰吧？不是吧？共舰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在中国说谈抗日，只有一个可能，中国仇日，所以我跟他一起仇。我记得郑丽文前段时间不是才跟台湾这个日本驻台的这个代表见过面吗？那你还在抗战吗？所以不需要过去的伤口要记取，但是不是增加仇恨。我们记取过去的伤口是要强化现在的备战，让我们不要再受伤。所以大家可以看。如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了对岸去，只敢拿过去的日本军阀当挡箭牌，面对门口的共舰、共机、飞弹视而不见，
那你这不是在跟对岸演一出戏吗？那最后我再强调袁志刚讲的9·2共识啊，这个9·2共识，我当时我在国民党时我也深信不疑，我真的觉得9·2共识是定海神针，因为我认为对啊，他讲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讲我的中华民国，大家互不干扰，这样不是很和平很好吗？可是他干扰我我们到奥运场合，我们可以升国旗吗？不是说一中各表吗？那你为什么妨碍我？我也没有说我是唯一中国，我说的是中华民国啊。你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升5星旗我也没有妨碍你啊。为什么我升中华民国旗你要妨碍我嘛？一中各表如果是有共识，应该是这样在国际场合看到我们升中华民国国旗，老共大不了不敬礼嘛，当作没看到，没看到。他不是啊，叫你把它拿掉叫你拿掉连我们进奥运场里面弄一个有国旗的 logo 都要拔掉为什么？不是共识吗？不是9·2共识一中各表吗？根本没共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一中，公民老师是那这一段刚才讲说，其实郑丽文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讲的所有那些内容，就是讲说因为抗战大家主轴在这个地方，甚或变成两岸之间这个样子，也是因为什么？刚刚人讲日本帝国主义，都是因为日本帝国所造成这样一些的结果。那这些对于是因为到那个地方讲这个才算大家不尴尬吗？因为大家共同对日嘛，是这个意思吗？可是现在看起来，包括他启程的日子，因为昨天是郑南榕忌日，然后永远自由日嘛，然后也有人拿出来把以前郑丽文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拿出来做这些一些的讨论，然后所有这些媒体上生活有报说政协会的时候说。郑丽文说他有天命，所以政协会一定会成。什么叫有天命？我真心觉得郑丽文真的是现在是他的高光时刻。你要想大概在半年多以前，他跟我们一样，就只是坐在这边的一个名嘴。就半年多以后，他现在已经是代表中国国民党主席，而且可以在孙中山陵那边，而且还写上为民国115年，就是他整个地位，而且再隔2天他还可以见到习近平，就是对他来讲这一生大概此时的高光时刻，你能想象一个名嘴现在突然晋升在北京高光时刻吗？所以他，那你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呢？他自己在国民党，你知道国民党在3月16号办了一个星火计划的新人培训，他要求这些。国民党虽然新人可以加权，但是你要加权前你要先来上课，这个叫星火计划。那星火计划，郑丽文把自己当作是讲师。据说他在这里面在跟学员对谈的时候，他说他有天命，政协会一定会成功。那个时候其实政协会扑朔迷离，因为原本是说要等川协会，那川协会不是要延期吗？然后最近还打伊朗战争等等等，然后整个状况其实混沌不明，就突然之间。习近平就伸出友谊的手，欢迎郑主席来中国参访，所以这我们的是天命嘛。所以他当时讲那个东西，大家都觉得你很玄，你在欧北共，你碰红。结果你看他现在的表现，而且刚刚大家也肯定就是说，至少中共今天没有给他穿小鞋。据说他在这里面在跟学员对谈的时候，他说他有天命，政协会一定会成功。那个时候其实政协会扑朔迷离，因为原本是说要等川协会，那川协会不是要延期吗？然后最近还打伊朗战争等等等，然后整个状况其实混沌不明，就突然之间。习近平就伸出友谊的手，欢迎郑主席来中国参访，所以这我们的是天命嘛。所以他当时讲那个东西，大家都觉得你很玄，你在欧北共，你碰红。结果你看他现在的表现，而且刚刚大家也肯定就是说，至少中共今天没有给他穿小鞋，至少他今天看起来还让他出现民国这2个字。所以他这个天命是不是真的呢？这个大家现在有一个那个。我们讲的天命的意思是大卫的天命吗？不管，但是他现在是真的是天命真理。以前有个乐团叫 Destiny's Child， 已经差不多的这意思。那你说他这个天命是怎么样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过去跟他有高博过的这些朋友，真的是很感慨。你知道他选择出发的是4月7号，就昨天嘛。那4月7号其实是1989年的4月7号，其实是台独先烈就郑南榕自焚殉道的那一天。昨天赖清德总统还有去他的那个陵前去献花。那郑丽文这件事情，你说跟郑丽文跟郑南榕什么关系？你知道郑丽文以前在郑南榕办的《自由时代》那个杂志社，他念大学，念台大法律系的时候，他当过他的校对，杂志的校对。那个时候，那郑南榕不是后来。当他1988年那时候，他大一大二的时候，他就在那个自由杂志的那个《自由时代》去当校对。然后该一年
有一个12月25号有一个新国家运动，当时郑丽文很冲哦，她不但就是说支持台独，而且她还跟她当时的男朋友就骆武章，现在的老公还在那边到处去喷漆。那你说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呢？因为有媒体去国家档案馆，你知道林口现在新开一个国家档案馆，很多建时代的档案在那边，它有个档案叫做郑丽文案，里面有1000多页，都是以前郑丽文时代的事情。所以这些我刚刚讲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档案里面。以前呢，他们养了很多国民党时代养了很多廖北亚，统统都记录下来。所以郑丽文以前是一个被认为是基本上是无可救药的台独分子，就是说他根本顽劣到没有办法去，就基本上那些连那些情治单位都对他放弃。所以他以前在郑南榕待过，然后据说他档案里面写的哦，1989年郑南榕不是后来就是殉道自焚嘛，他跟他的当时的男朋友骆武章，就现在的夫婿，每一天去陪伴叶菊兰，就郑南榕的遗孀，然后还帮郑南榕守灵。他里面还讲一句话，他说他愿为台独牺牲。郑南榕是他一生的榜样。当时的郑丽文是这样的郑丽文，有没有？他这个也是流传的影片。那时候对国民党是说，国民党根本就是一个不把台湾人当人看，根本是一个丧尽天良、残暴的政权。1989年的郑丽文，而且郑丽文1989年后来郑南榕不是出殡，他那时候有一个活动是去总统府出殡嘛。郑丽文当时就学生队的领袖，他还站第一排，很冲。就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档案里面写出郑丽文当时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夸张的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结果现在竟然变成是就是在那边大统一，而且这里面档案里还写了另外一个也很有趣。郑丽文出发前不是4月2号去蒋介石、蒋中正的那个慈湖去谒陵吗？你知道这个档案里面有提到郑丽文在大学时代，你知道他怎么看待蒋介石吗？有一个档案说他大3的时候，他曾经计划。那时候有保钓运动，你知道郑丽文曾经干什么事吗？他要把台大的蒋公铜像拆掉，交给宜兰的渔民，要宜兰的渔民用渔船把它丢到钓鱼台上。这个是很厉害。后来计划为什么没有成？那个档案没有写，但是说他当时他们那个就是他们的廖北亚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因为养了很多情治人员，有讲到说郑丽文当时他们有计划要把蒋公铜像丢到那个钓鱼台。结果你看曾几何时。所以他现在写就是说，当时那些廖北亚，因为他们用化名写，就是说那些就是等于情治人员养的廖北亚。我在想那些廖北亚都不知道他们当时看到的郑丽文，他们写那么多1000多页的那个所有的那些讯息啊，然后现在看到37年后郑丽文在中国的这些这个表现啊表演。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郑丽文？是我们是不是变成是反间谍？原来郑丽文原本就是一个可能是主张中国统一的卧底派，他只是当初卧底在台独，然后骗得我们这些收情治单位钱的这些间谍学生，然后写一堆以后，结果现在里面那个档案变得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郑丽文？现在大家都在揣摩。那我只能说，不管怎么样呢。郑丽文此生这样也算是够的啦。你看，原来塞这个就，今天不真的，你要想高光时刻，这10年来国民党没有人去中国呢。你看从就主席了，对，以主席的地位来讲，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这样的地位，然后被习近平这么高规格供，那至于国民党的整个将来，国民党的什么走向，国民党现在郑丽文怎么会理你们呢？还酸地血令的代志，对他来讲，他今天能完成他的这个使命，他从当年1989年就可以卧底在台独的这个阵营里面，然后到现在这样，我只能说，真的跌破那些当初那些廖北亚间谍学生的眼睛。刚才都把郑丽文访问中国大陆跟军购摆在一起，原则很简单讲，我们党人讲说，第一个没有党，第二这2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民进党从阿川、王一川啊什么因为昆城也是委员，所以这个礼拜的协商是没有协商嘛？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朝野协商还是定在明天，所以我们明天陈冠廷委员还是会开那就是看国民党要不要来，因为他们是发了一个函，就是说希望把这个军购的协商。延到下个礼拜 ，OK， 延到15、16，那就等到这一个行政会结束之后，他们才要谈这个军购特别条例嘛。那为什么要延呢？对，上次已经讲好的事情，那难道为了这个郑丽文现在在中国，所以你们怕说这个他现在在中国，那如果讲这个军购特别条例，那好像会让老共不高兴，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延期了吗？美国有退将讲说，如果要是我们不提高军费的话，川普会有动作吗？我是觉得说，不管是美国的退将，或是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甚至他们行政部门，他们都很希望说，目前行政部门所提出来这个1.25兆的这个军购特别条例还有预算能够通过嘛？因为
这个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嘛。那你也让这个盟国、让美日觉得说，那台湾有保护自己的这个决心啊。我觉得他所要释放出来的讯息是这样子啦，对不对？因为他当然我觉得不至于说什么川普不认识民进党，不认识这个国民党，他当然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情势是怎么样。那可是就他们来讲，他们一定很希望说，你如果要希望美国来协防，未来协防台湾，那台湾你自己要表达出来说，我们愿意协防自己。这个川普他就是这种理念嘛，就是说你愿意帮助自己，我才愿意帮助你啊。我觉得第一个，我先讲结论啊。其实不管是明天协商或下礼拜协商，都不会影响军购的进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是这个政党协商的冷冻期，那冷冻期有1个月，所以这个都还在冷冻期期间，不会说因为改到下个礼拜协商。进度会拖后。那为什么要我先讲这件事情，我先讲。对，但为什么要改呢？我先对，那是第2个层次嘛。我先讲说它不会影响了哈。那第2个为什么要改？我坦白说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党团干部。但是哈，因为我们党团里面大家对于军购到底最后结论应该多什么，大家还是一直有很多意见。那可是协商就只有党团干部可以去嘛，所以党团干部当然就想要说多听看大家的意见。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通常党团大会是在礼拜5。那上礼拜5因为放假，所以在我记得是不知道是礼拜3还是礼拜几的时候，就特别就召开一个党团大会，大家也有讨论军购这个事情。OK， 那主要就是像那个卢秀燕，她不是也有发表一个说法嘛，就是希望军购就直接到8000到1兆，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对这个军购到底应该怎么样有意见的。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礼拜5我们又有党团大会，然后是不是大家还在凝聚共识去协商的时候比较。党员干部比较有代表性去讲，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言没言，其实都不会影响到进度。OK， 整个包括政协会的中间的过程，包括大家也会盯着军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进程，到底会怎么样？两边有没有联动性的这些的问题，都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在立法院，对国内的政治中心现在显然在立法院，那立法院中心显然在李珍秀，好吧？因为大家一定会讨论到他。那当然，我相信对民众党其他7席委员也不是很公平，因为他们也提了很多案子。也去质询，可是不好意思，我们每一次大家看到的都是李珍秀这一段，因为今天在委员会里面又是直接对着空气的一段，那你先看一下相关的画面来。所以请问刘部长，那个陆配是外国人吗？没办法回答是不是？中华民国修宪了吗 ？OK， 好。那现在哈，我就想说，请大家那个，我要先问处长哈。中选会是独立的选务机构OK， 然后这个我尊重每一位被询官员的发言的权利。我先做一下程序发言好吗？不好意思，时间上去。程序发言那个不叫程序发言。那个我们质询当中，如果有程序发言的话，应该是在询答结束之后才有程序发言。现在已经在询答当中了，好，那每一位这个行政官员，这个无论有没有发言，或者沉默，都是一种意见的表达。那我也充分尊重每一位官员发言的权利。好，接着主席是国民党的廖建祥委员。那刚才讲到说，那个尊重每一个官员的权利啊，不管沉默啦或什么，那是国民党的今天担任主席的廖建祥委员。刚才那个过程，坤城，你刚才在过程讲说怎么样？廖建祥不挺了，你是这样解读？对，廖建祥不挺了嘛，因为他上次当召委的时候。他就是有让李珍秀上台问，那甚至在他这个突然有一段时间跑掉的时候，李珍秀还跑去当那个主席了，他叫做代理主席，他自己说他叫代理主席啊。而且他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就是要问这个内政部或者问陆委会嘛，那因为内政部陆委会他就不回答，因为认为说你资格有问题。那结果呢，廖先祥那时候还充当翻译机嘛，大家有印象嘛？就是说这个李珍秀先问了之后呢，这个官员不回答，但是呢，这个廖先祥呢就李珍秀的问题再问一次官员，然后官员是回答廖先祥的问题，不是回答李珍秀的问题。OK， 这次没有啦。这次他就尊重说，官员也有不回答的权利，因为不回答也是一种意思的表达。等一下，袁志，刚才那个李珍秀讲程序发言，结果被纠正了，你也在笑，为什么？对，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他好像应该是礼拜2的时候，他在院会质询，总质询，那时候主席是韩院长，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先请那个卓荣泰上来，然后韩院长呢就请卓荣泰上来，然
然后上来之后，韩院长左宗泰就开始发表一个长篇大论，就说啊什么尊重对韩院长说尊重大院，而且他从头到尾只看韩院长。然后就讲完之后，韩院长说休息，对不对？然后休息完之后，那个李珍秀就在那边很傻眼嘛。然后后来好休息回来之后，李珍秀呢就说，哎，我要程序发言。韩院长就然后时间暂停，韩院长说时间继续，这不能程序发言。所以我觉得要这样就看韩院长嘛，因为。大家其实都在看说他总咨询会怎么处理啦。那韩院长就是定调了嘛，定调就是说，今天即便是官员上来，但是如果官员不愿意回答或什么的话，那就这样子吧。那上一次为什么廖先强会挺？因为民众党也很挺他。我帮大家回忆一下，那一次的状况是有2个民众党的立委跟他一起联合质询，而且那一次是特别精心设计的。李珍秀跑去登记第一个，然后呢？他们2个那个民众党的一个陈昭志，还另外一个谁忘记了啦？陈清龙啊，陈清龙，他去跟登记第2个跟第3个换顺序，所以他们3个就变成连在一起，所以3个就一起上台。好，那我就问了，今天有看到民众党的人吗？没有，也没有啊，也没有啊，民众党的人都也没有。所以你的解读是什么？自己都不玩。我觉得连民众党不挺了，民众党也不挺了。所以说国民党愿意挺的，但是民众党也要，你们也要愿意挺他。而且那一次是特别精心设计的，李珍秀跑去登记第一个，然后呢，他们2个那个民众党的一个陈昭志，还另外一个谁忘记了啦？陈清龙啊，陈清龙，他去跟登记第2个跟第3个换顺序，所以他们3个就变成连在一起，所以3个就一起上台。好，那我就问了，今天。有看到民众党的人吗？没有，也没有啊，也没有啊。民众党的人都也没有。所以你的解读是什么？自己都不玩。我觉得连民众党不挺了，民众党也不挺了。所以说，国民党愿意挺的，但是民众党也要，你们也要愿意挺他。你们现在的感觉也是，好像让他随便自生自灭吗？对啊，不，你看那个刘世芳不理他，那个脸多臭，不一样。那民众党也没有，比如说7、8个人过来啊，去骂刘世芳，你怎么这样傲慢呢？你怎么样也没有啊。那我觉得廖先长当然就是好吧，既然是这样，那韩院长也定调了嘛。那接下来我觉得李珍秀在立法院大概就是这样，就他一个人，每次都演这戏嘛。对，大概就这样，除非民众党还有人要去帮他出头嘛，否则他就是来登记，然后请上来，然后也许会上来，但是就不理他，也许就这样。今天更夸张的是，本来那个中选会的处长，可能是处长啊，不是政务官啊，所以比较没有。说他摸麦克风的那个，对他都已经上来准备要讲了哦，然后就下面的绿委啊说，不能讲，然后就不讲，所以你真的很生气啊！你这个中选会应该是独立机关，怎么你可以这样子？所以大概我觉得李珍秀就这样。来，任俊，所以现在面临到的是为什么2位委员都有这样一些的感觉？民众党现在自己对于李珍秀到底是什么态度？因为今天礼拜3，本来是明天不是有中评会，还是明天吗？我先讲民众党这个，因为今天有案外案嘛。什么叫案外案？就李伟华很生气，说什么媒体怎么可以？他是中评会的主席啊，对不对？他不是，但他生气的点好像我看完我还是没看懂是什么？因为他生气的点是说，你怎么可以讲是我讲的？他说他没有受访啊，因为那个媒体的报道是有讲说李伟华是不是有透露说要不要动李珍秀这些有点困难。那李伟华今天很生气的是，我根本他说他没有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但问题是大家比较好奇的是，那你到底有没有要延期嘛？结果今天这个四叉猫又爆料说，因为民众党的中评会里面的成员因为大家各自有所背景嘛，其中只有一位，这是四叉猫讲的，他说其中有一位是有律师身份，但人在国外。其他的可能对法律专业见解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强啊，他意思大概是这样，所以是不是会演？那我就讲李伟华今天的那个说法我也没听懂。那到底明天开或不开？因为那个说法是，到底中评会能不能独立去决定李珍秀的状态？我没有用去留因为李珍秀已经明白讲嘛，李珍秀也研究过嘛，研究过，你今天就是中评会，你就说要处分我，最多停权，最多就这样嘛。但现在谈论的已经不再只是停权不停权，看起来他认为自己大位不保啊，而且到后来，现在民众党讨论的已经不是什么你有没有适不适合担任立委，民众党要处理他的是你有没有骂我们自己的同志。所以第一个，李珍秀在他的党内，我认为处境他自己心里清楚。只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他那一天的举例不好啦，就是什么钮祜禄珍秀啦，因为他举的叫《甄嬛传》嘛，对吧？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事实上在这个片里面全名叫《后宫甄嬛传》。
我比较 care 的是后宫啦哈，你们到底是谁的后宫啊？我也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你们到底是谁的后宫？雍正啊，雍正啊，雍正对，是。雍正不是柯文哲吗？雍正是谁？柯文哲不是吗？柯文哲喜欢自比雍正。今天又有传言说，是不是这个李珍秀有跟柯文哲见过面嘛？所以我老实讲啊，这整件事情的真正李珍秀遇到最大的困难，我赞成刚刚元之讲的啦，其实是民众党对他的态度在改变了啦。你也感觉到改变了？不是，很明显啊。不是讲的那几个跟立法院的委员，因为到目前为止公开跳出来的，中委会宜兰党部主委是，然后赖香伶苗栗党部主委学姐，然后徐府是，然后那个张和树，但是立法委员没有啊。不是，但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在谈论这件事情的基础不同啊。因为我们在谈论的是他有没有违法的问题，那民众党 care 的是他有没有骂我们自己人的问题哦。所以我在想，他们对于这个位置，可能他们觉得骂自己人这件事更可恶哦，所以才会去谈论李珍秀。我想他第一个有感受到了啊，第二个回到立法院哦，事实上刚刚连元之都用夸张这2个字哦，那我就觉得那真的蛮夸张的啊，因为连国民党都觉得夸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啊。你光看韩国瑜，我好像我们自己看立法院是这样啊，委员质询哦，我想在座2位都委员嘛啊，要休息基本上一定是委员质询完之后才会休息啊，哪有中间我主席先出来讲2句话之后直接喊休息，然后委员还什么休息了，很怪嘛，哪有这种鬼事情的？就是质询完了，他就没那几分钟，有差吗？你就喊休息，然后李珍秀也愣住，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第一个，第二个。今天廖先祥那个所谓的定调，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啦。李珍秀为什么觉得他可以当立委？是因为韩国瑜那个立法院给了他一个宣誓就职的一个机会嘛，所以李珍秀一直感谢韩国瑜。可是今天如果按照元之的讲法是廖先祥看一看呢，我就 follow 韩国瑜。你知道那个多可怕？你知道吗？我换个场景好了。如果廖先祥今天讲的这个话为真，任何一个立委。比如说元之好了，元之如果站在质询台上面去质询官员，结果官员那样都不讲话，元之会不会抗议藐视国会？你会不会抗议他藐视国会？我质询你你怎么可以不讲话？廖先祥今天的定调很可怕官员从此可以不讲话，为什么？沉默也是一种表达意见。我没有认为立法院应该要这样运作。我先讲哦，我认为官员如果是这样，对不起哦，我跑国会，我没办法接受。你就回答嘛。那廖先祥居然定调讲说，那官员是可以的。那官员开心了，你知道吗？那以后他对任何一个人，不要讲李珍秀，那任何一个立委在质询的时候，是不是官员也可以觉得，反正最少我在内政委员会可以这样干。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我认为他不想跟李珍秀这件事情一直瞎扯下去了。我认为国民党也定调了，不是民众党保不保他了啦，而是国民党也不想要在这件事情上跟着李珍秀一起和进去嘛。和进去有什么好处呢？今天连李珍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过程，你看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执政党什么打压谁，还是在野党保障谁，我好像我听不懂，所以我连记都记不下来。他真正遇到的困难是，连民众党都会拿这种所谓的你骂党内同志，就觉得你不适合留在党。你觉得李珍秀的处境对国民党来讲，他会看不懂吗？我干嘛保你，干嘛挺你？明凤，那如果照刚来宾这样讲，你自己的观察，第一个，国民党风向变了吗？民众党自己风向变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快刀斩乱麻吧。就像那个蔡壁如讲的，你这样一路拖，每天让大家看刚才那些戏码，而且那戏码里面还有看出来你对程序也不太熟，然后元之也笑，大家也笑，这样一直下去，对民众党也不会有好处啊。那为什么不干脆快刀斩乱麻结束，还要再搞一个什么中评会？本来在明天到底有没有延期啊？类似这些事儿，对，就很奇怪啊。其他人都很快啊，要不要2年，要不要换，什么都很快啊。对啊，唯独这件事情就是很慢啊，那就很奇怪啊。那个任俊说查一查说，李珍秀只捐给柯文哲或者民众党500块，那你觉得500块可以那么沉湎悱恻吗？可以那么纠结那么深吗？所以不晓得私底下不晓得捐多少钱啊。要有证据啊，这到底有没有捐啊？所以我说不晓得嘛。只能说李珍秀的财力很雄厚，他全身爱马仕，你觉得他财力这一块不容易？他也许是财，
不是 Money 的菜，你看得出来吗？他这几个礼拜有看得出来，到目前为止还没展现出来。对，共识案。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可能就是有某一种代表性嘛。民众党不愿意处理，可是民众党连党主席都呼应赖香伶的话了，黄国昌啊，结果你开一个中评会开到哩哩啦啦。不像那个你们在处理朱正起，连什么东西都没搞清楚，就给他开除了啊！有啦！你这样讲，到底是赞美还是贬？书有写啦，这个起诉书有写，我马上就处理了，民众党没有处理啦。所以不是，我觉得李正秀你就赶快快刀斩乱麻，就弄了就好了嘛。那你他们会不会希望他自己知所进退？他就是不愿意嘛。他如果知所进退，他今天就不会去了嘛。那我觉得经过这样一次一次又刁难的时候，也许会让他知所进退。他现在发现他变成孤军了。对，因为以前民众党这个保护他嘛，那国民党也配合了这个保护他嘛。那现在民众党很多人在骂他了嘛，然后现在国民党也不理他了，那他就越来越处境越困难了，也许吧。可是你等到这一天要等多久啊？要等1个月吗？还是等多少？徐春英他的下线不是就李正秀吗？没有，这是徐春英自己讲说他是接班人。对啊，他是接班人嘛，对嘛？所以说李正秀没有回应这个，就是人家问他，他不想回应。对，那他为什么不回应呢？他说我不是就好了。这么简单。为什么一个政党可以演成《甄嬛传》，然后可以演成那种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还要这么曲折？然后呢，为什么在中评会要不要开除一个人？有没有违纪？都不晓得在干什么？所以这个整个政党，我觉得连李正秀不要做好了，然后民众党也解散算了嘛，不晓得在干嘛。李凤刚刚讲一段对，以中评会来讲的话，就这样，因为各党都有嘛。对呀。就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要开会要讨论，其实不管开除、停权或什么。你就很利索的，就是照着规定往下走，谁也没话讲啊。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所以这么多人讲要不要延期，要不要什么，怎么搞成这个样？对啊，所以民众党连举证都有困难，好奇怪啊！这个党不知道怎么运作，所以李正秀是大家就是一定有说不出来隐情嘛。整个政党，我觉得连李正秀不要做好了，然后民众党也解散算了嘛，不晓得在干嘛。李凤刚刚讲一段对，以中评会来讲的话，就这样，因为各党都有嘛。对呀。就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要开会要讨论，其实不管开除、停权或什么。你就很利索的，就是照着规定往下走，谁也没话讲啊。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所以这么多人讲要不要延期，要不要什么，怎么搞成这个样？对啊，所以民众党连举证都有困难，好奇怪啊！这个党不知道怎么运作，所以李正秀是大家就是一定有说不出来隐情嘛，然后大家一定要快开除他了，但是。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嘛？什么因素？所以啊，我就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炸弹的因素，不能引爆。对啊，那他不因为大家就说这个说法不一样嘛，他什么检举过高虹安的助理费啊，然后什么捐钱给谁或者怎么样？所以他高虹安有没有柯文哲有没有700万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对于那个收300万、收1500都这么 easy 的柯文哲，对收500块人这么的不 easy。所以呢，这500块到底是500块吗？还是什么呢？所以呢，我觉得不要再闹笑话了，民众党赶快处理完，真是看不下去了啦。看越搞下去的话，那民调就越来越低嘛。你们现在还领先郑丽文3%左右啦，那你现在弄下去的话，就输这个郑丽文5%了。那你们是最低的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赶快处理的，那全党我不要说都是共产党，全党都有点奇怪的。包括陈佩琪也是啊，对不对？这女人都对陈佩琪最近的，包括讲那个什么，我们家的钱还在木刻。对啊，我们的钱都还在木刻，我有100本的。然后他说只有那个店说只有72本，对，所以还有28本。他后来讲说他没有数。所以你看嘛，就你知道，民众党不要又女性，我也不是说民众党女性都怎样，只是他们有很好的，比如说赖香伶或怎样。可是为什么这些人，徐春英啊，这个李正秀什么东西都为什么不能处理呢？然后陈佩琪一个，我说实在的，你要做一个标杆，你党主席的你前党主席还有现任的院长夫人。
是不是要示范一下？做正常的院长夫人，那你下面人就会正常一点嘛。那你该开除就该开除。我觉得李正秀你是伟大不掉，你不弄你就一天到晚闹笑话嘛。OK， 当然你说立法委员，因为李正秀这一批是2月的时候刚换上来，你说刚上任。很多事情会生出或什么，但是如果要上任立委，因为他在黄国昌那时候当立委的时候，他在办公室助理，对不对？这样当助理，要上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应该要把所有东西都熟悉。那其实刚上来申诉已经不是个理由。如果一直像刚才那些画面，然后这个主席纠正，那个主席讲那些东西。不只是对个别委员的一些伤害，对民众党，我刚才讲，对民众党一定也不会，大家的观感上也不会好。但一中现在看起来，你呼噜真秀就是这样跟你干到底了，真的啊，是啊，那怎么办呢？现在就变成大家都只能够，我们也不是很想要每一次在委员会甚或院会去看到这样的戏码嘛。对。那民众党，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人也不愿意看到，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已经跳出来讲了。但就是这样，我们还要花时间讨论，因为李正秀是湖南人。历史上的湖南人非常厉害。我现在是夸奖，我不是曾国藩、左宗棠。到近代史，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全部都是湖南人。那台湾的马英九、宋楚瑜，全部都是湖南人。湖南人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有名的，他们被称为骡子脾气。这是夸奖他们。倔强、顽固、硬脾气，所以他会跟你干到底，这就是重点。所以李正秀不是一般人，他今天能这样子一路这样爬到这个位置，全身爱马仕，然后还可以担任民众党的这个位置，之前还一度想要选竹北市长，他不是一般人。所以李正秀，而且李正秀还有一个可以模仿的对象，谁？就国民党前院长王金平。所以你现在中评会就算敢开除他的党籍，第一个你凭什么嘛？你凭他在网络上说，他有双重国籍，没有放弃误解，你民众党都护他护得像宝贝一样。他不过在直播里面讲的，他在法庭上听到柯文哲给高虹安700万，而且这个其实是有对出来的嘛，500、200都有嘛。他法庭上听到，他很认真呢，你们都没去，只有他去耶。他讲出来，那因为他讲的这个700万这件事情，只有你们要开除我。他可以按照王金平的模式，他可以去打民事的确认党员资格的诉讼，顺便附带假处分。王金平当年就是这样做啊。就这个判决，2013年王院长提出的这个判决里面，到2015年他胜诉了，他定谳了，所以有这个前车可循。所以今天他也一样，按照过去的模式，他可以打确认诉讼，这个大概2年跑不掉，未来2年他刚好任期也2年啊，所以他底气之强大，听说他也在找律师了啦。所以你民众党你要怎么开？然后刚刚这个还只是表面。就柯文哲，因为他不是自己有讲过，除非柯文哲叫他走。对。那柯文哲这时候难道不应该出来？我刚刚讲很认真的讨论吗？我刚刚讲这个确认党员资格的诉讼，这个是表面上的。那另外一个，李正秀的财力之雄厚，他在竹北也是话剧也跟当的人物了啦。所以东抽西，这个就是刚刚大家也在讨论，他只捐给柯文哲500块吗？这里面就是一个，这里面到底不用讲那么多，脸皮厚什么都可以。没有，这里面就包括他有炸弹。你要鱼死网破，你要把我搞到这样子身败名裂的话，广告牌在林州嘛，东西多得很啊。我湖南脾气，我跟你客气哦。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柯文哲对这件事情迟迟不敢表态的。广告牌呢，黄国昌他们关你什么事？当初找李正秀来也不是你黄国昌啊，你根本连你们这些八竿子都打不着。所以到底柯文哲当初为什么会邀请他，把他放进这个类安全名单？他说安全名单嘛，后面的2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这个过程？这个才是李正秀底下最大的，所以他明着可以打法律诉讼，继续赖在里面，继续当我的立委。其实你可以发现柯文哲在处理像这种陆配的事情，他都不主动处理。徐春英的时候，他还是说让大家摇，然后就徐春英脸皮可能比较薄，所以他就退了。可能他事情犯的也比较多，所以他就退了。那李正秀也是啊，柯文哲当初还说他不认识徐春英呢，拜托。后来所有的简讯，他传给那个黄珊珊里面的简讯都有提到，就是说让徐春英去打一打，看看他的能耐。你一开始，你第一时间你是说我不认识徐春英呢？所以这里面有多少的当初他们在安排这些不分区的时候，有多少的秘密？我相信李正秀他手上掌握的资料是可以毁掉一个台湾民众党。一中，请问一下，那蔡壁如真的会被
备位的要去当民众党党主席吗？这是怎么传出来的？就是现在有人在传说，因为民众党现在这样，现在主席是黄国昌嘛，对啊。可是黄国昌大家知道，他之前有包括伪造那个录音带的，还有他之前那些狗仔队的，那个其实都已经之前都已经有在传讯了嘛，所以。有人传说就是说，可能在5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动作。那加上柯文哲，但黄国昌说他希望把位置还给老大。可有人说，因为柯文哲毕竟现在一审也是被判刑，老实讲，他是有案在身哈。虽然他可以在外面爬爬照，可是总是卡了一个官司。而且对柯文哲来讲，其实他也不需要去，就是他精神领袖，他用柯文哲这个身份，其实大家也都把他尊得很大。所以他势必要想，因为对柯文哲来讲，台湾民众党等于他的宝贝，他的孩子，所以。他之前说为什么他要交给黄国昌？他就是感谢黄国昌在他狱中那一年，他也把民众党算顾得还不错，老实讲。所以，但是现在总是要再找，万一国昌要因为司法可能要去侦讯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有人来讲。他当初跟国昌选民众党主席的是谁？就是民众党创党之母蔡壁如啊。蔡壁如现在也是票选的中央委员，人家现在里面还是有党职。就即便黄国昌不是很想理他，一直把他排除，但是他光靠他自己的票选，然后也把他选给中央委员，所以。然后又加上蔡壁如，现在又不断的表达，其实蔡壁如某种程度上他很合乎柯文哲的个性，你跟他凶，你跟他算，当初蔡壁如为什么没有跟金华城这些挂在一起？因为当初他那时候不是被边缘化以后跑到台中嘛，结果人家在台中跟蔡宜章选的也很好，他只输8000票，然后他现在也说他可以去征召，比如彰化县长他也选。当初蔡壁如为什么没有跟金华城这些挂在一起？因为当初他那时候不是被边缘化以后跑到台中嘛，结果人家在台中跟蔡宜章选的也很好，他只输8000票，然后他现在也说他可以去征召，比如彰化县长他也选。相较于黄国昌那种好像说的一副要选新北市长，柯文哲也知道你选给时间到你就要绕跑的，人家蔡壁如是他明知可能选不上，但他不管，他是冲到底。所以对柯文哲来讲，现在有一种传说，就是说民众党那边传出来，就是说柯文哲想要把这个位置。由蔡壁如来 hold， 而且蔡壁如过去跟了他30年， 再怎么样也是忠心耿耿啦。比起这些外面的人，所以，但民众党是否认的，他说这是什么坊间的传言。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而且你自己盘点里面，民众党里面如果除了黄国昌以外，谁最有资格接这个位置？人家不是吗？没有，我觉得李珍秀跟蔡壁如的问题几乎都反映出了民众党现在真实的混乱。我先讲一下李珍秀。因为李珍秀那一天不是讲错话，他不是讲的我们叫钮祜禄，他是钮钴禄嘛啊。这个魔戒里面刚好有一个角色，就叫咕噜。对啊，这个咕噜他心心念念就是这一个魔戒。然后他每次不是 my precious my precious， 他一直要拿这个，对不对？对对对。大家非常好奇啦啊，李珍秀如果因为他自己讲他自己是咕噜嘛啊，这个魔戒我比较认为就像是立委这个职务，他一直觉得这个立委是我的。当然，咕噜不就干这个事嘛？是。但我就问一下，这个咕噜到底这个魔戒到底是属于佛罗多的？还是后面那个索伦大魔王？李珍秀有这个立委的位置，民众党之所以没有办法处理，是因为柯文哲给他这个立委的位置，还是背后有一个大魔王给了这个立委的位置？不然这个咕噜怎么会一直认为说不管再怎么样都我的，我走到哪我都要强调一下。我相信李珍秀的对话简讯绝对比徐春英的那个对话更精彩。你完全很难懂。就他所有的包含到我讲说他那个质询背后一定要放一张自己的这个照片，我也很少看到有委员就质询，大家看的是你质询，还要在背后那个大荧幕秀一个这个直播，也要讲一下对李珍秀委员还要强调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蔡壁如这件事情更有趣了，民众党怎么打蔡壁如，你知道吗？这是民众之声嘛 ，TPP 嘛，啊，这是民众党的自己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嘛啊，他们民众讲堂怎么骂蔡壁如的，你知道吗？柯文哲没有问你啊，自己放消息，自己澄清，自抬身价，玩不腻耶。这是什么时候的？就这2天啊，就这2天。这不是那个时候他们跟蔡壁如有一阵子搞得很僵，就连到台中还是哪里办活动，然后他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大概好几年以前有一段是这样，这个是最近的。是啊。那你看嘛，蔡壁如已放出回应，台湾民众党主席继任人选，我想党内那也不缺我一人。党主席这个人选，我想就因为反正党内人才济济，尤其北部，我们暂时没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是现在的回应啊。他们怎么说的，你知道吗？国昌老师说，连那一天吃东西都直播了，还有什么好去弄？他们自己就这样讲啊。那我就问一句，那柯文哲踩飞轮怎么没有直播？不是你那个时候你是选择性的直播嘛？但重点回来是为什么要特别去打蔡壁如？
为什么要用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群组去打蔡壁如说，你又在制裁？这个话其实老实讲不是第一次对蔡壁如说嘛，连主持人都觉得，这不是上次的事情啊，没有啊，所以他的党内其实老实讲就是有几条路线一起在走。你有没有黄国昌的路线 ？OK， 有。黄国昌能不能掌握党机器？最少发言机器他可以掌控，但黄国昌掌控不了中评会。OK，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党如果继续讨下去，我们就要追剧了，甄嬛啊、魔戒啊都出来了。OK， 但将军，徐春英这件事情，对，因为它牵扯到反渗透法啦，所有这些，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那你说李正秀他的表现或者什么，他们党里面有没有骂了什么人？他们要不要中评会处分？但是跟徐春英这个是不一样的。可是徐春英开庭。他显然对于包括他有没有反正吧，跟老共的什么孙宪啊那些什么，他就告诉你就是个闲聊而已。而且孙宪在台湾有这么多一些的朋友，你们干嘛老是盯着我？他从头到尾告诉你没有，他真的就没有做这些事。黄国昌加码就跟你讲说，起诉徐春英根本就不符合 common sense。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现在是律师啊，他是律师，他可以去帮徐春英打官司啊。这表示徐春英这个律师不够好。真的要改委任，换黄国昌，黄国昌直接告诉你这个不符合起诉标准，这乱来，对不对？所以徐春英赶快换委任律师，换黄国昌，让黄国昌一展长才。如果徐春英这个案子你可以打赢了，徐春英根本没有违反反渗透法，那孙宪啊，他根本是留在中国的国民党，他哪是共产党啊？如果黄国昌可以把这个官司把他给打赢了，我看黄国昌以后生意兴隆，不用当主席了，他的律师事务所一定超多人要来找他的，他打嘴炮谁不会啊？黄国昌你就接嘛，对不对？一条一条列出来，为什么徐春英不符合反渗透法？你把一条条列出来啊，对不对？然后徐春英说：“哇，原来这个主席啊不是个草包啊，有货的，赶快改委任。”黄国昌打赢了就赢了，那可是我看起来网友不买单呢。网友下面怎么留言你知道？那个黄律师，你还是继续睡吧，对不对？你睡觉的时候可能还比当律师可爱。这你凭哪一点？徐春英的事情，黄国昌有徐春英的委任律师了解吗？那你是把徐春英的委任律师都当成什么？都当成是来害死徐春英的人吗？不是嘛？所以他跳出来只是想要讲一讲我很厉害。那当时柯文哲他也不是讲吗？柯文哲不符合这个图利，也不符合收贿。现在不是判了17年。对，那时候那表示郑声远不行哦，表示那3个王牌律师都不行哦，那就改委任啊，黄国昌来接啊。你现在不是又重新登记了？黄国昌是可以接案的，对不对？如果一个黄国昌黄珊珊不行，因为黄珊珊好像也是证人，所以没有办法当委任律师。黄国昌可以啊，你跟柯文哲跟徐春英的事情八竿子打不上一艘船。对，徐春英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其实对柯文哲蛮伤的。它里面有一段，越揭露越多，就是老共那个地方曾经要放弃柯文哲跟那个什么星光小公主啊，他们当时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老共要放弃他，说看来这一组没指望，放弃他去支持侯。原来柯文哲当时是被连对岸都放掉了，这是他的起诉书里面出来的，那是徐春英跟孙宪的对话嘛。然后刚才说为什么徐春英会自己放弃，而李珍秀到现在为止坚毅不摇，这2个人不一样。徐春英看来是经过中国组织严格训练，是严格训练的。所以如果徐春英，我想中国一定很不希望看到徐春英被羁押，因为徐春英会讲出多少来，不知道。你看徐春英他认了，他说什么违反银行法他认了，然后这些相关财经的他都认了，他就唯有反渗透法不认，因为这一认啊，后面勾出一串来啊，勾出一串来，我就一直在讲嘛，孙宪跟那个什么杨哥还是什么，那真的只跟台湾一个徐春英吗？我相信不止。OK， 一大串，快是20几年20几年，这个组织网有多深啊？有退伍军人，有医疗的人员，有医院的人员，然后还有这么多的党政人员。这个触角一出来，徐春英一个人会变成连环爆。OK， 所以徐春英当时一看到大家在质疑他的身份，他就摸摸鼻子就退了。那李珍秀为什么是屹立不摇？因为李珍秀是那个比较像一个小白兔从政吧。我觉得相信
还不白吗？还不白吗？好厚的小白兔。对，还不白？你觉得还不像小白兔吗？他到了不闯丛林的小白兔。对，你不觉得他到了立法院以后，第一个质询的规定不知道，可是却装得很老练。那没人听他质询，他就可以自说自唱，一个人唱2个角色。他下一次上去，可能先这边是我是李珍秀委员，我在质询，然后左宗泰不答，他跑到左宗泰那边啊，我回答你，他可以一人分饰2、3角OK， 所以我才说他非常的有趣啊，李珍秀非常的有趣。那李珍秀为什么是屹立不摇？因为李珍秀是那个比较像一个小白兔从政吧，我觉得相信还不白吗？还不白吗？好厚的小白兔。对，还不白？你觉得他不像小白兔吗？他到了不闯丛林的小白兔。对，你不觉得他到了立法院以后，第一个质询的规定不知道，可是却装得很老练。那没人听他质询，他就可以自说自唱，一个人唱2个角色。他下一次上去，可能先这边是我是李珍秀委员，我在质询，然后左宗泰不答，他跑到左宗泰那边啊，我回答你，他可以一人分饰2、3角OK， 所以我才说他非常的有趣啊，李珍秀非常的有趣，但是比起徐春英，我觉得李珍秀单纯的多。他可是郎装的小白兔。对，他也装得蛮像的。但是你说所有这些，不管是牵扯到李珍秀、徐春英或者这些，来，坤城简单问一下，国台办就都不干你们的事，你们这时候什么话都不要讲。我是想说，其实我们自己各政党运作自己的事情，包括我们的立法院啊、行政院，不管任何事，国台办只要进来搅和一下，其实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些的目的，反而可能更糟糕。国台办就急了啊，因为我们是要检方是要反渗透法，最主要是反渗透法要来起诉这个徐春英嘛。所以你看他之前怎么讲？他说这个国台办就是说要为这个徐春英、李珍秀遮风挡雨，然后呢，接下来要讲说，如果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检察官或是法官呢，继续办下去的话呢，以后一定要什么终身就责。对啊，那为什么要终身就责？这国台办是很担心是说，因为这个布线不是只有这段时间，其实黄国昌应该是好好去看一下徐春英的这个起诉书的内容，它里面写的巨细靡遗，就是说他跟孙宪跟杨文涛之间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对话，或者是说他们讲了哪些东西，有哪些讯息，然后关于民众党内部的这个关于黄珊珊啊，关于柯文哲啊，那甚至呢徐春英发现说自己不保之后呢，还有一个指定接班人就是现在李珍秀那杨涛还问说，孙宪还问说，那到底呢靠不靠谱？那个到底行不行啊？对，你就知道说。这个徐春英，他长期以来，不论是跟孙宪或是杨文涛，受他们的指示，然后呢介入这个民众党的选举，那从刚开始的这个黄珊珊到后来的柯文哲，那这个时间线很长，那我相信国安局或者调查局一定对这里面的内容掌握的非常多，才有办法最后让检察官来起诉嘛。所以就这个国台办来讲，他觉得说，如果里面只有这条线，那如果整个线把它变成整个面的话，那对于中国它布局布那么久的这一些人，或是说这些政党来讲的话，那他就觉得说，哇，那一定会这个，如果这个都被摊在阳光下，因为现在这个法官也开始来审判了嘛，那如果再审下去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人事实地物会出现。那对于老共来讲，就觉得说，那我这个之前布了那么久的线，那一定会出现问题嘛。而且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就是徐春英吕珍秀，民众党，我觉得应该内部还有很多值得要去查的东西。可是刚才讲的很多事情，你说在年底选战的时候，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然后访问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些到年底，尤其2026，先不要讲2028，光2026，本来地方选举照理来说，两岸关系啦或很多这些都不会琢磨这么深。可是今年显然大家觉得是不是因为有访中的行程，是不是这部分会变成一个重点？元之，宜兰好，那嘉义已经整合完了。对不对？然后齐凯出现，那宜兰这个地方还要看，包括吴宗宪啦，跟陈晚会，那彰化呢？我们讲现在彰化会不会很麻烦？有一点，对不对？家族内战，不止家族内战，因为光直接你说要把那个谢依凤升为副秘书长，他就直接告诉你不要，因为摆明了就是民生案件嘛，就是拿掉他主委实权。他现在就跟你毛到底，而且这种通常是这样，如果真的到最后要用征召，
难道不担心各方大家不挺或什么？这对你们来讲，彰化第7都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其实从那个大的战略来讲，民进党现在应该是想要拿回3个县市一个就是宜兰嘛，然后再来就嘉义市，然后再有彰化。听说他们就觉得这3个有机会了。那嘉义市我觉得目前是往好的方向走了，因为后来就是张启凯胜出。那张启凯胜出，我觉得2层意义啦。第一个，我觉得他是蓝白，他不是问你彰化吗？你怎么突然讲？讲错，嘉义，就是他有2层意义。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蓝牌共推嘉义市长他是好的人选，然后而且他也整合了那个翁寿良嘛。第二个意义是从2028的大局来看，因为如果说我们3个县市最后都是国民党的人胜出的话，那民众党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跟你合？对啊，我支持你就好了，我干嘛跟你合？所以我觉得3个县市里面有1个是民众党的，其实我是蛮乐观的。因为我觉得结果很好，而且他树立一个典范，就是说，其实那时候翁寿良跟张启凯在讨论民调规则的时候，翁寿良那个张启凯退让，他因为翁寿良想要全部都是市话，那民众党想要手机，而最后都是市话。其实我那时候去帮张启凯站台的时候，现场就有小草在抱怨这件事情，对，就很不高兴。可是最后大家签字了，还是遵循这个规则，然后最后胜出了，然后翁寿良还愿意去做他的竞选总部主委。其实我觉得他哪有愿意？他说找不到人，然后就叫市长了，他叫市长。对，叫他先去找别人。对，找不到人就愿意谦虚了哈。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嘉义是往好的方向。那当然，因为王美会很强啊。那民众党想要手机，而最后都是市话。其实我那时候去帮张启凯站台的时候，现场就有小草在抱怨这件事情，对，就很不高兴。可是最后大家签字了，还是遵循这个规则，然后最后胜出了，然后翁寿良还愿意去做他的竞选总部主委。其实我觉得他哪有愿意？他说找不到人，然后就叫市长了，他叫市长。对，叫他先去找别人。对，找不到人就愿意谦虚了哈。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嘉义是往好的方向。那当然，因为王美会很强啊，对啊，这个还是要。因为黄敏惠现任的嘉义市长，他在讲说什么基本盘不在蓝白这边，这句话什么意思？不，你先讲，我等你讲完，我再吐槽。因为王美惠很强，对，他是从议员把那个现任立委挑战下来，都靠服务，据说就骑着摩托车到处解决问题，所以他有他的实力在。那当然，张启凯还要加油。那宜兰的部分的话，那接下来要先看蓝白怎么整合嘛。好，那我们晚点再讲。那彰化就很诡异啦，因为连那个我们最近有一个萧景田嘛，他前立委嘛，彰化的，他现在要去接那个竞选主委，他都讲说他们认为谢依凤是最强的，如果谢依凤愿意出来选，他们要支持谢依凤。可是问题是谢家长辈就不支持谢依凤，因为他们姐弟嘛，弟弟是谢点玲要选议长，那如果姐姐当县长，弟弟当议长很奇怪，所以如果姐姐要当县长的话，弟弟就可能就不能当议长。那他们家好像就是比较挺弟弟啦，所以谢依凤现在就有一点点尴尬，就是如果家族长辈不挺他的话，那党也会为难嘛，所以现在才有新的做法，就是改用征召的啊，征召一个叫做魏平正嘛，这个人是谁嘞？这个就是一个律师，然后以前做过我们考纪会主委。好棒，你先讲出来了，没有讲魏律师。魏律师，魏主委，好。然后那萧景田现在就说要带着魏平正，然后去争取支持，包括就是我们好像有一个区党部的主委，他听说要征召魏平正，马上就辞主委，这都要整合。所以如果硬要整合的话，硬要推魏平正，后面整合会很困难，所以彰化很危险。任俊刚不是吗？这个去年的新闻哦，国民党的嘉义县市党部主委哦，那这个人事命令发布，那嘉义县的党部主委呢是王玉敏，对啊，不分区的立委嘛。那嘉义市的党部主委哇厉害了，你知道吗？这位叫蔡明显，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啊，他有36年的党工资历，做主委做了13年。你看当时联合报的标题是什么？一攻一守为明年县市长选战暖身。结果今天传出来，最后是黄敏惠说基本盘已经不在我们这。今两个实力冲起来，我嘛不在了啊。回来看啊，其实刚刚这个问题不在于是什么，大家怎么样？就简单讲，国民党弃守啦。嘉义市的基本盘，国民党真的没有吗？嘉义市的那个因为他们是叫议员吧，代表。对啊，嘉义市应该议员嘛，议员呢？总共21席，国民党有7席，民进党4席，无党籍10席，你跟我说基本盘不在国民党那里，
就你组织不要了嘛，就你根本没有动嘛。我为什么翻那个新闻？太明显，大家对他不熟，但是我就讲他在地方上面当了13年的主委。OK， 黄敏惠今天居然公开讲，大家都说哦，黄敏惠很强啊，很强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要投之前，不是黄敏惠出来讲说他要挺那个翁寿良，就到最后完了结果之后说哦，基本盘不在我们这，他这状况就跟那个新竹市是一样的。国民党在这个地方我就弃守，我就不玩了啦。因为你地方上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心嘛，你没有办法整合啦。OK， 你说今天彰化何尝不是这样？难道是只有彰化吗？很多地方是他今天地方里面自己没有办法桥拢，没有办法桥拢之后，我其实很难接受比较不好接受这一种啊，就是说，因为反正是民进党很强，那我们今天蓝白共推一个之后呢，都算我们赢。OK， 地方势力不是这样看的呢。你是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是民众党就是民众党，新竹就是这样啊。民众党拿去之后，国民党还拿得回来吗？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照袁志刚讲，国民党会认为这对于2028的整合上面来讲的话，在蓝白合会有像这样的有利的地方。那郑润主席，那接下来这几天前，尤其是4月10号政局会之后，那所有这些到底在国内政坛会往哪一个方向会有利还是不利的一些方向发酵，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那未来对两岸之间，然后包括刚讲到军购这些，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民众党该怎么样去处理，包括李正秀这样一些的问题，我们大家也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